看着不仅长得丑还会玩的丈夫，女人真是有苦难言。尤其半夜里望着身边睡得死沉的丈夫，女人只能终日孤枕难眠，这让伯纳特对生活感到倍感焦灼。如若当初他没有因为那几百万，他也不会冒险同意嫁给老胖。伯纳特心高气傲，坚信自己可以加入上流社会。没多久，他便靠着姣好的容貌嫁给了老胖。虽然生活质量提高了不少，但是老胖根本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。聊天时，两人不仅各说各的，伯纳特还要忍受老胖对他的摧残。他一旦有一句话没有说对，老胖就直接用手死死掐住对方的脖子。在家庭聚会时，伯纳特更是毫无尊严，老胖当着众人面直接上手打他。这种叫苦连天的生活，伯纳特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但为了继承老胖的遗产，他还是选择委曲求全。好在他还有一群可以排忧解难的朋友，但这些朋友其实也不是什么善茬。他们给伯纳特介绍了一个裁缝大卫，两人相同的年纪以及相仿的生活经历，让博瑞特忍不住回想起了当初年轻时的自己，意气用事，才导致现在这番结果，心中不由得惆怅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两人也情不自禁地聊了起来。大卫第一次见如此与自己投缘的自己，他忍不住开始诉苦自己悲惨的工作经历，手上全是干活留下的老茧。看着对方年纪轻轻的样貌，伯纳特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，于是连连劝阻大卫换一份工作，一辈子都为自己效劳，只要每周跟自己见上一面，简单的聊聊天就行。大卫没有推脱，毕竟这种简单轻松的工作谁都愿意要。没多久，大卫就按照伯纳特的要求来到了家里，两人相约在阁楼中，互相倾诉着自己生活中的悲剧。很快，伯纳特就将大卫当成了自己灵魂的寄托者，只有大卫存在的地方，他才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与自在。这成功激发了他内心自私的欲望，他想要独占这份感觉，以工作要求强行让大卫住在了阁楼中。然而这种极端的要求让大卫感受到了厌倦，他无法想象没有自由生活的人生。当晚他就偷偷逃了出去，过上了自己梦想中的生活。可这种幸福还没有进行到一半，他就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，悲伤感油然而生。大卫开始想念那种平静安稳的生活，犹豫再三，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伯纳特住进了阁楼中。这一大胆的决定仿佛打通了伯纳特的话匣子，隔三差五就会跑去阁楼去诉苦，而大卫也可以趁着家里没人的时候跑到楼下进行随意的活动，吃各种美食，喝各种高档红酒，完全不需要担心任何麻烦。然而人的欲望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撑大，大卫开始渐渐地不满足于这样的生活，他不甘心，想要彻底占有这个房间，并且取代老胖的位置。从没见过这么主动的富婆，一上来就要小伙帮忙捏脚，这让小伙有点懵，他只能一边照做一边揣摩。然而让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，他会被死伯纳特关上10年之久。大卫为了免去上班的痛苦，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自己的工作，搬到了伯纳特的阁楼中。平常就跟伯纳特简单的聊聊天，其余时间家里的一切都可以任由他挥霍。这样的生活如同做梦一般。不仅如此，他经常趁着老胖不在家的时候偷穿对方的高定西服，随后再趁着对方回来之前放回原处。本以为这样做可以瞒天过海，但让大卫没有想到的是，老胖会提前回到家，他趁着对方不注意的功夫偷悄悄跑了上去，而繁忙的老胖根本没有注意到大卫的存在，转头对着伯纳特就是一顿斥责，不仅将他当成仆人一样使唤，还对他拳打脚踢。一时间，房间内就传出了伯纳特撕心裂肺的呼喊。阁楼里的大卫心急如焚，却碍于自己特殊的身份，最终选择容忍，看着伯纳特遭受着这种非人的待遇。可渐渐的，这种生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伯纳特。大卫不放心，想要带着伯纳特一起逃离这里。然而伯纳特并不这么认为，他想要的生活，大卫根本给不了他。最终这个想法不攻自破，大卫也自知无趣，没有再提起这个事情。慢慢的，这种枯燥的生活，大卫生活了4年。伯纳特想要庆祝这段关系，于是突发奇想带着大卫参加了一场派对。然而阔别已久的自由生活让大卫心生厌恶，呼吸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许多。他因为长期待在阁楼阴暗的地方，让他患上了恐惧症，开始像发疯一般地逃离这个社交圈。而伯纳特也发现了大卫的症状，只能提前回到家里。因为这件事情，大卫变得孤僻，只愿意待在狭窄的房间，并且要跟伯纳特断绝所有的联系。伯纳特为了安抚他，许诺对方1周带他出去一次，让他重新融进社会。大卫这才放下戒备，重新答应对方。但就在2人约定外出的当天，老胖意外找到了伯纳特，要带他一起去参加圈内一流的俱乐部。这是伯纳特挤破头都想要参加的一场舞会。为了吸引众人注意，他仔细化妆打扮。刚到现场，一位上流人士老白就找上了他，邀请他跳了一曲又一曲。
这让老胖很是难堪，拉着伯纳特就往家走去。不成想，迎面撞上了正在自由活动的大卫。老胖下意识将大卫当成了窃贼，拿出猎枪就追了上去。好在大卫身手矫健，顺利逃了出去。经过这件事情，伯纳特意识到两人的事情迟早会被戳破，他决定主动戳破这件事情。于是当天晚上，两人就联手下套，将老胖杀害。随后大卫将伯纳特锁进柜子中，地毯是搜索家里有钱的东西，伪装成入室抢劫的假象。等警察赶到时，现场已经被处理得干净。凭借伯纳特的掩护，警察最终以入室抢劫结案。伯纳特很顺利地继承了老胖的遗产。这下伯纳特真的过上了上流生活，吃穿不用愁的日子。然而让大卫没有想到的是，伯纳特之所以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遗产，对于他的爱不过都是一场骗局。女富婆为了满足私欲，将男人藏在自家阁楼10年，对此丈夫毫不知情。伯纳特之所以做出如此大胆的事情，就是为了夺走丈夫所有的遗产，而他真的做到了，联合大卫拿走了老胖所有的钱。大卫本以为事情结束后，伯纳特会跟着自己一起过上安稳的生活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伯纳特野心如此之大。他为了能站稳上流社会，借着老胖的关系，很快便和老白这种富豪联系到了一起。大卫很是伤心，劝解伯纳特跟自己一块生活，但伯纳特不甘心，对大卫的提议根本不以为然。随后与老白的见面次数越发频繁。然而就在他的生活越发惬意的时候，伯纳特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说是杀害老胖的凶器找到了。这句话点醒了伯纳特，为了摆脱嫌疑，他找到了一个律师，凭借自己积攒的经验，顺利收买了对方，帮助洗脱了自己嫌疑。作为感谢，伯纳特主动邀请对方来自家做客。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男人来真的。他一直期盼伯纳特来给自己当妻子，于是顺着这件事情作为要挟，威胁对方嫁给自己。作为补偿，他愿意给伯纳特一套价值1000万的别墅，这是他从不敢设想的，更是他跟大卫如何奋斗都无法得到的。伯纳特没有犹豫，当即心动答应了对方。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些对话全都被阁楼里的大卫听到。他无法接受伯纳特对自己的欺骗，发疯似的从阁楼冲了下来，拿着刀威胁伯纳特，并当着律师的面将两人联手杀害老胖的事情说了出来，以此想要告诫伯纳特，两人现在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。律师当场就被大卫的气场吓得跑了出去。随后他报警说了这件事情，因此两人也被抓进了警局。法庭上，大卫将伯纳特关了自己10年的事情说了出来，并且承认了自己与伯纳特的关系。对此伯纳特却显得一脸轻松，其实他早做好的完全的准备。他重新找到了对自己有意思的律师，并且按照律师教给自己的话术，将所有的罪证都推到了大卫身上。就连听众也开始纷纷指责大卫。一时之间，舆论的压力全都朝向大卫，他没办法解释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法官宣判自己有罪。离别前，伯纳特看向大卫，眼里满是无奈与后悔。或许在相处的10年当中，他真心爱过对方，只不过他无法打破自己对金钱的渴望，